Underdogs 是 VR 游戏中首款基于物理效果的机甲格斗游戏。因为现有的 VR 机甲类游戏普遍还是以射击模式为主，交互上也是千篇一律的利用手柄摆弄操作杆。如果大家还记得科幻电影《环太平洋》的话，那里面的设定其实是机甲会同步跟随驾驶员的实际动作。那 Underdogs 就是有着相似的核心玩法，尽可能的少利用 VR 手柄的按键，将所有的操作完全基于手柄的体感进行模拟，相当于把5吨重的机甲变成现实玩家的虚拟化身。VR 玩家可以撞击、碾压、殴打和撕裂机器人和机甲怪物，在地下机甲格斗的黑暗场景中大开杀戒。更重要的是 ，Underdogs 还具备 VR 游戏中少有的硬碰硬级的动作打击感，能够让你真正的体验到金属对金属的碰撞暴力。那游戏预计明年初正式上线，大家可以在 Quest 商店和 Steam 页面提前将游戏添加到心愿单。这一次呢，我也是有幸提前试玩了 One Hamza 游戏工作室提供的 Quest 预览版本。他们上一款 VR 游戏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爆裂球拍。至于 Underdogs 的完整版，将会是一款以 roguelike 元素为主的游戏，届时 VR 玩家可以自定义选择100多种道具和装备，武装自己，增强实力，直到站上虚拟的世界机甲格斗之都的巅峰。那如果你对这款游戏感兴趣，想获取提前试玩权限的话，目前是有个1000粉计划，粉丝数在1000以上的 UP 主可以联系世界任意门参与报名，届时第2波试玩上线会进行一次筛选。当然，其他的小伙伴也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 VR 玩家交流社群，同样会有其他的 VR 游戏福利哦。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老朋友翟老师。那 Underdogs 它这个测试包里面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教程的，但是开发者觉得这个教程还不够完善，所以说就不希望我们对外公开，我们就直接进到了这个选择机甲的画面。测试包里面直接给到了我们3款已经搭配好的机甲，但实际在正式版里面，机甲的左膀、右臂，包括你的驾驶舱，还有它的外骨骼，以及它们相应的一些加成的道具，都是可以由我们自由搭配的。不过好在现有的这3个机甲也是非常有清晰明了的区别的，那我就是一一给大家展示一下，告诉大家，当你拥有不同的装备体系的时候，你所驾驶的这个机甲在实际战斗过程中会呈现什么样的特质。那我第一个选择的机甲其实偏基础啊，就是一个肉坦型的机甲。那它的装备的左臂是一个铁爪，右边是一个巨型的铁板。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款游戏里面的机甲并不是很多人常规所认为的那种巨型的人类形态的机甲，而是半蹲型的，类似于大猩猩一样的机甲。所以说它的移动方式其实就跟《猩猩跑酷》那款游戏一样，选择的是这个下半身肢体移动。不过它并没有存在这种跳跃，而是直接通过你双手在地面一拨进行一个地表滑行。这个地表滑行的机制其实非常好用，并不会让你造成运动症，而且让你感觉好像自己在溜冰一样，会非常的舒适。在你进行滑行移动过程中，如果前面有一个阻碍物，无论是这种小怪物，还是说是场地里面的这些铁桶啊、小汽车，都会被你造成一个冲撞破坏。所以相当于你进行移动的同时，也能进行一个伤害的输出。我们现在驾驶的这款机甲，其实它的左臂的这个铁爪非常有用啊，你可以直接抓起一个你接近你的敌人，把它丢向远方的怪物，或者当敌人朝你飞来的时候，你直接凌空把它给抓住。那右手臂的这个铁板就相当于你安装了一个拳套，你可以像玩拳击游戏一样，尽管的对前面出一个冲拳进行一个攻击，因此你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组合技啊，就是你直接抓住一个怪物，然后用右手再直接捶它，直接抓住它的同时可以把它一条血直接捶光。当然这种操作方式你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被敌人围攻起来，如果你被敌人围攻起来的话，反而会造成自己的一个防守的缺位。那我们现在换成第2个机甲，它跟第1个机甲一样，它的左手臂安装的是一个铁爪，但是这个铁爪带着这个闪电的属性，同时它能够伸长，所以说在实际战斗过程中，它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高的主动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驾驭这个第2款机甲的时候，抓住敌人之后，敌人的血管的上面就会出现一个闪电的标志，而且我用右手这个像菜刀一样的装备直接去砍，比之前刚刚那个铁桩啊伤害要高得多。所以当我现在整体的攻击力大大增强之后，在游戏的体验会变得非常的爽快。而且我这个闪电属性，当我抓住一个敌人之后，
它是会带来一个连锁的，只要我在我前边一扫，我眼前所有的敌人都会被我施加这个闪电属性。利用这种优势，我甚至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跑来跑去交，原地站着就可以制造非常大的一个杀伤。还有就是这个铁爪可以伸长，在战斗对峙过程中，我完全可以做到先手。当敌人还没有从这个大门里放出来的时候，我就直接把他已经给抓过来了。本身这个蓝色发光的精英怪啊，它其实是会咬你的左手臂或者右手臂的，但是我一旦把它给抓住之后，它就完全没有先手的机会了。这种优势呢，我驾驭第一个机甲，让我真正的第一次在游戏过程中见到的第一个序列章节的 BOSS。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3个机甲，第3个机甲也蛮特别的，就是它能够制造一个大范围的 AOE 伤害，主要是依靠它左手边的这个铁锤，当它朝向地面锤的时候，就会在你的周围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裂的震荡波，而且这个震荡波是没有 CD 的，只要你能够连续锤中地面，就可以连续的释放这个震荡波。必须要警惕的就是有些怪物会从它的上空飞过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你右手的这个铁球把它直接给锤到地面。但是第3款机甲它有个弱势项啊，就是很容易被这个精英怪给咬中。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右手臂就被咬中了，完全不能动弹，这时候我必须要用我的左手臂进行一个攻击，才能脱离它的撕咬。所以说，在后续的关卡过程中就会非常的被动。就目前整体游戏的设计来看，核心玩法非常的不错，是前所未见的一个 VR 游戏的品类，而且玩起来非常的痛快。当然，游戏未来完整版推出嘛，肯定有更多的内容，比如说100多种武器装备，更多的这个竞技场的地图，也能够丰富游戏的内容性，但改变不了它是 roguelike 游戏的一种本质。而作为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主打物理打击感的 VR 机甲游戏，它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体验一下的。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找一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